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当然是这个伊朗战争到底什么的结束。虽然川普讲快了，可是我们看到现在伊朗感觉他还是在困兽之斗。有人讲说他现在做他最后的万岁行动，把所有的火力、所有的无人机、所有的飞弹全部一口气的拿出来了以后，他真的可以骚扰荷姆兹海峡吗？他真的可以把所有的周边国家搞得一团混乱吗？如果真的搞得一团混乱的话，那美国可以抽身吗？那如果美国不可以抽身的话，那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恐怖的阿富汗战争？所以世总，大家现在都非常关心接下来怎么做。那你说其实有2个关键点，一个关键点就是他的82空降师已经准备好了，他什么时候可以占领哈尔克岛？另外就是他们其实真正非常积极在找那个核能的能源在哪里？对，没错。事实上，这场战争何时要结束？事实上，川普这几天在国内呢，也面临到包括媒体的采访，还有包括说他在公开场合说什么。媒体的采访里面，他就说他认为这一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因为伊朗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炸了。另外，他在这个跟公众场合讲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的美军只是去做了一场小旅行，所以很快就会回来。所以看起来的话，他的确想要赶快结束这场战争，收尾了。那怎么战争怎么结束呢？收得了吗？对，现在目前有几个重点，油价的问题。那油价问题有2个症结，一个是说这几天传出来说美军可能要去占领这个哈尔克岛。哈尔克岛来说，因为什么？因为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油源的非常重要的炼油的运输的这个地方。如果占领这个哈尔克岛来说的话，当然这个伊朗的油大概就被我掌握住了。另外第2个就是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你到底现在有没有控制住啊？这几天还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导弹啊，所以你有没有控制住，这都是个问题。另外第3个就是你讲到了你的铀的原料在哪里？我要找到这个东西，找到这个东西的话，我就可以宣布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你的浓缩铀号称已经到60%了，对，到了60%，到了90%，就是一段路的而已。对，那他当初他有开出这个结束中战计划，就无条件投降，然后交出你的铀，然后交出你的这个离心机，都把它这个让我们监管嘛。可是现在显然伊朗不会，所以现在伊朗要做什么？垂死的挣扎。这个我们知道，2战的时候呢，日本不是在最后的时候已经被打到快要到本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1亿玉碎计划。就是说，我们来的时候就跟你做最后的拼搏啊！他当时甚至要动员所有的日本人都变成是兵啊，然后这样跟你抵抗到底啊！所以美军没办法啦，你这样的话，我只好用出终极的手段啊！所以核弹就要这个原子弹攻击就是这样一个。你说他的核子弹就是因为你的玉碎计划，然后把美国人吓坏了，才下了这2个。对，那目前为止，伊朗也是这样啊！你看他开始疯狂的攻击啊！这几天的时候，你看第一个，伊拉克领海有2个油轮遭到伊朗的水下的无人潜舰的这个攻击嘛，就烧成那个火球嘛。那紧接着来的话，当然大家最重视的是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嘛。这几天已经有3艘啊，一艘是这个泰国籍的，我们看到那个照片，它后面船尾的地方起大火嘛，泰国籍的这个玛雅丽娜丽号就是被攻击嘛，还有日本的这个 One Majesty 嘛，还有马绍尔群岛级的这个船都被攻击嘛。你看我攻击了这个波斯湾内的，又攻击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就我还攻击到哪里？他现在已经攻击到阿曼了，阿曼其实距离伊朗有点距离。对，就那阿曼的他们的炼油公司就说，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就真的就连续爆炸，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人在那边讲，Oh my God， 他真的攻击了这样一个情形啊！所以现在整个全世界都很担心，伊朗就真的在这边兴风作浪，给你把你油价搅翻天。那么因为伊朗这样搅翻天的关系啊，那今天台北股市又出现下跌，为什么？因为现在油价又开始，譬如说以这个布兰特原油，或是说以这个西德州原油，又开始要往上冲啦，好像要冲到100元左右的这个位置啊，所以今天大家都担心。虽然说现在显然啊，美国现在怎么收尾来说，油的控制是一个重点，铀的这个也是个重点，还有他们未来的这个领导人也是个重点。这3个如果能够达成任务的话，或许美国就可以尽快的鸣金收兵啊。那不像美国今天居然去攻击了伊朗最重要的金融公司，那到底代表什么？对，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美国就当然要瘫痪整个伊朗的这个金融的运作嘛。我们知道，事实上这家公司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对伊朗来讲它还能够进行国内的这个运作。你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攻击里面来说，其实美国都还没有攻击到没有攻击到伊朗的重大的民生的机构。电厂什么他都没有攻击哦，他现在开始攻击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你再不听话，我可能就要更大规模的这个攻击进去了。我本来打军事措施，是，结果你现在跟我搞万岁计划，是，接下来我就打你民生设施。对，他可能会开始这样做，逼了你这个所谓的你们现在的神学政权能赶快跟我们美国来谈判，赶快无条件投降。所以我觉得现在战事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现在美国是想要如何收尾的一个状况。你看，现在大家最关键的是这起班庄行不？到底要怎么结束？到底川普要打到什么程度，可以拿到什么东西，他才可以退？还是变成现在进不得退不得，完就卡在这里了？其实我觉得最后应该在短时间很快就有机会结束。你觉得可能？我觉得很有机会结束。
简单来讲，观察最重要的观察点还是在油价上面，因为油价应该这样讲，现在反映的是什么？就是在中东的战火，那导致油价上扬。油价上扬代表通膨上来，代表这会经济衰退，4个步骤。那现在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油价上来了，所以大家就脑补后面一定会出现这个压力现象。但是呢，尤其是大家都在讲这个，跟当时1970年代就1973年石油危机是非常类似的哦。但是其实呢，我们从数字看得到，其实现在跟当年其实有很大落差，不一样。对，应该这样讲，是现在全球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度不像当时接近50%。现在只有30%左右，因为包含核能啊、绿能啊各样的替代能源，其实跟那个时候是不能对比。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影响的比例。其实当年接近40%都在 OPEC 手上，他们一暂停，整个40%的原油供给就不见。现在大家在讲啊，这个接近2成的这个荷姆斯海峡的部分卡了接近2成，所以相乘来讲啊，等于说2成跟6% 的影响性，其实是有这个关键的一个差距。更重要是在之前外资给的一个报告就提到，其实油价的部分呢，如果就时间点来讲，可能要接近6个月左右，油价才会看到大幅的一个走升。那个时间点才是经济重挫的时间点。等于说，我们从这个所谓的2月底开始，可能要接近下半年才会看到经济正式的重击。那有提到这个当年1970年代的时候，油价一上去之后，它就完全下不来，导致经济的重挫。可是上一次呢，在俄乌战火上去之后，后续半年之后，慢慢就开始回落，所以整个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倒是不用过度担心。当然，我真心讲，这是长线的看法，但是要跟大家提到，短线也不用太乐观，短线是不会结束的，因为很明显啊，我们从这个市场的赌盘，我常常讲，大家讲了半天，分析了半天，但是这真金白银每天24小时在跳动。大家就认为，目前以美国的一个角度，这个整个战局要结束，应该必须要等到这个4月底、5月底左右。5月30号、6月30号。对。所以简单来讲，最起码这2-3个月看起来好像不会结束，这个我也认同这个概念，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外资也提到，从几个角度出发，他一直讲到油价并不会想象的这么严重，包含刚刚提到库存的一个部分可能会减少冲击。那今天来讲，4亿桶的这个库存出来，我要提醒大家，它 total 算只有20天的一个缓冲期，所以我个人觉得川普其实算得很精准啊，他这个20天就是他的命脉，他必须要在这20天之内做出一个决定。那我常常讲啊，大家因为现在经济感觉很恐慌，对我告诉大家，你恐慌啊，这川普比你更紧张。他会紧张吗？为什么？其实现在有个概念哦，这边的图示是要告诉大家，民调到年底这次所谓的期中选举，你最关注，你会导致你选票的一个方向最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占了40%，就是生活成本，就是美国人民厌倦通膨，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呢，尤其是目前川普的支持率，就是看到这个黑色线不断在快速下滑，加上共和党的民调也是落后的，所以他一定很紧张。那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11月选举之前，他要做到什么？第一，战争要结束。第二，油价要回到原本的水准；第三，股市要创新高。这3点必须要做到，他才有办法选举。跟你想得到，你做得到吗？所以我刚刚提到，他必须要在这20天里面，要么我个人觉得很简单，一个呢就直接攻下来。当然，大家现在真有办法吗？第二件事情很简单，就是他退，完全跟对等关税一样，对，就是跟他口。所以我刚刚讲前段的部分呢，就原油的部分分析，我觉得投资人其实也理解 OK， 不理解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关键点。我觉得投资人要记得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股市的低点绝对比你的现实面看到要早很多。我们举最好的例子就是去年的对等关税，大家可能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去年清明节回来，突然看到它的那个背板之后开始往下冲，对吧？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但重挫3根之后就开始回升，你回想一下，当时3天后有没有看到任何利多？答案是没有的。真正的利多是等到5月之后，过了几乎已经所有涨幅都回来了，它才把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税率明显下滑。所以你现在还在关注油价，还在关注政局。当然，我觉得那个是实际经济面，你必须要了解。投资面来讲，你要关注的就是市场的一个氛围。记得最恐慌的时间点，每一次就是伴随着股市即将低点的一个来临。那后续来讲要留意的就是不要去融资杠杆。因为现在波动还非常大。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看我刚刚提到基本面的部分不要太关注，否则你会有一个问题不断后续见到谷底不断往上，但你看到还在等一下
两边的这个战火还在扩大，加上油价的部分还不稳定，你会担心导致一直卖，而且甚至放空，他会发现它一直往上走。对，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不要猜底，你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上礼拜是底了，还是上礼拜，还是这个礼拜就会见到底。那我该怎么做呢？我只能跟大家讲，有点信心，你必须要把自己手上的资金分成3、4笔、4、5笔，有重挫的时候买，记得反弹或整理的时候千万不要买。日本说我现在给他释放我的原油，释放我的这个战备储备，为什么？他说我要石油脑，因为这个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的石化工业。同样台湾现在台塑也说，有些东西我已经不生产了哦，我现在这个原料已经进不来了哦。所以现在很可能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的是连手摇饮跟半导体 AI 都会受到影响。手摇饮对，手摇饮跟 AI 都会受到影响。当然，谁制造的东西便宜，谁是第一个倒大霉人。那现在是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这些有炼油的工业都说，我现在都发出不可抗力了。接下来台塑公司也发出不可抗力，以及台湾其他石化集团，它的面向就变成什么？都说我现在不可抗力，我跟你有签合约，但是对不起，我现在是不可抗力，所以我撇除了法律责任，免除法律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个是我卖不了了。第一个是因为我原料中断了，来自中东的原油没有了，物流中断了，现在谁也没有办法预估船会不会来，再来我生产可能会中断，所以他马上宣布说，我现在包括 PPC、PP、丙烯这些东西制成的产品都要合理的配额供给，这个词是很有趣的。然后我的业务人员会跟你联络，我重新安排交货，代表说，好的产品，利润好的，我对国家重要的，我才要供应你。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你看，你以为台塑只是在做 PP， 我们看到 PP 手摇饮用最多的就用 PP， 所以它如果那往下做，它要做成 IPA 叫异丙醇这个东西，它一年大概生产3万吨，在林园，最主要就是2奈米台积电的清洗液哦，好，那还有个东西氢氟酸，它跟大金公司日本大金空调专门在做氢氟酸，它也用石化产品做，占比超过55%，一样是2奈米、3奈米唯一在用的。那请问一下，台塑现在已经碰到说，我通知所有的人哦，我现在是合理的分配哦，我不能保证我生产哦，那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的供应？会不会影响到？还是我去牺牲手摇饮的业者低价制造的？那这个现象其实也出现在中国的东莞的樟木头这个小镇，现在正在塞车，一天只塞一次车，是从几点塞到几点？从7点塞到晚上11点，因为全部都在排队抢塑胶原料，它涨幅是多少？涨了60%到90%，所以我说低价制造会出问题。那当然，台湾现在就要观察这时间有多久。不然就会低价会出问题，再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AI 生产？我们的台积电的晶片没有清洁液，你也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哦，所以它的影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哦。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